如果是给新人首秀小巨蛋吗？你回到新人的状态，160天之后，现在你会给那个人什么建议？大家都办得到，只是你敢不敢？各位全部人给Sean一个掌声。谢谢你的邀请，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我是阿金，and then 我们开始，我请教你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好啊，可以吧？你回到了新人的状态，and 160天之后，你的首秀就在小巨蛋，你要发表一首你第一次这么大的舞台上面唱的歌，新人，也新人。那你现在会给那个人？现在你会给那个人什么建议？如果是给新人首秀小巨蛋吗 ？Yes， 那就是一定要耳机双耳戴好，塞紧，因为场地很大，所以你走到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也许会开始出现 delay。对，这比较 technical 一点。然后，其实小巨蛋这种，唱下去，我觉得反而很轻松因为你看不到人了啊，人那么小，反而是人很少的那种 crowd， 我觉得才难嘞。因为如果你一看下去颗粒度太清楚，下面的人在滑手机的话，哇，那你就直接没准备好的话，你就被影响到了。但小巨蛋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享受的，可以好好享受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你演出 day one 时你就有这种 mindset， 还是其实绝对不是的，一开始一定挫到爆啊，一开始一定就是惊到爆，但是现在就是像我最近才看那个 Tyler the Creator， 他的那个 Flog Gnaw， 他跟 A$AP Rocky 他们两个人都狂忘词那一首歌，他就唱到一半，他就直接说什么 I don't know lyrics but people gonna turn up and I don't know lyrics but people gonna turn up， 然后就这样也可以，现场就直接炸掉，就是他们已经在享受跟大家的 energy 了。其实我会变成这样，我受到非常多人的影响，其中两大影响，一个是 RGRY 然后一个是味道。他们两个人，我觉得是我身边就是最 fly 的人，他们就是帅啊，就是他们教我很多观念，然后我们尤其在做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已经变有点像我们的 mantra 了，就是说 trash or fire， 我们就是要做 trash or fire， 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垃圾，但是喜欢的人会说这个超屌。We don't do no mids， 我们不做中间的东西，就是要极端。尤其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面，你做的 mid 的东西 ，OK， 你这首歌红了，可是 AI 它也可以再做更多它跟你很像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之后 AI 它也可以做 treasure fire 的东西，一定可以。只是我们要趁现在建立风格，对，以后他们回来说这是熊仔的风格。我自己当然是喜欢如果是以专辑为单位的话，它会带给大家一个我的想法或什么的，我希望可以传递。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应不应该，是你喜不喜欢吧？对啊。我们做了一个计划叫火星计划，然后这火星计划里面有4个学院，那我们怎么分类那一些来的粉丝他们在什么学院的，有一个心理测验，我也没做过你也没做过，但是是你设计的，他们设计的。等一下，我们的小帮手他叫 Tiffany， 他会问我们题目，然后我们自己选自己的答案，然后到最后我们会被分类成学院之后呢，我手上有个学院的解释图，我就大概会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And then 我们开始，我请教你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来吧。好。第一题，当你面对一个全新的机会，但资讯还不完整时，你通常会 D C A B 和 D 都会。硬要选的话，B 是什么 ？B 是其实我忘了 A 是什么。在旁边之后，你会突然有一种会有很多词汇量一直过来的感觉。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很沉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那公布答案喽，看一下。感觉很不一样哦。无缘无故抓一个考试，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棒哎。熊仔的话是记录者学院。
Tim 的话是点火者学院。点火者，他有记录者学院在上面的答案是你是有一个很好的觉察力、理解能力跟叙事能力，还可以吧？然后他的关键选择倾向混乱时选择理解与命名。你知道那个恶魔叫什么名字 and 你可以让他离开，有点这个概念。那你的强项的价值是为了经验赋予意义，留下可以传承的故事。你笑容改变，那留下可以传承的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人生啊，想要就是人生跑马灯漂亮嘛。我想要写一首歌叫《死得真好》，死得真好，哇！因为大家都说活着真好嘛。对。但是我想要死的时候觉得，对呀，我死得真好。假设这首歌被做出来，它是在你什么时间区段下你有这个灵感？因为我其实是周期性的会经历低潮和 hyper 的状况，完全懂。我现在比较是 hyper 的状况，对。你等一下子，你在 OK 对，但是 Oh my God，这个是我在比较 low 低潮的时候 OK 写的，就是可能说活得不好，但活着真好。When the lights go out, I'm about with a smile。我要活到帅的到大家说，他死得真好。他死得真好。我多给你一些关于记录者学院里面文献上面写的资料。OK。然后你相信事情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你会回头理解、整理并且命名这一切，然后你会让混乱变得可以被理解。这个地方我有个好奇，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多不同的能量，被你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它是一个糖果罐，你可以接受你随机吃到一个口味，即便你不喜欢它。是我超喜欢踩雷拉面店，通常都蛮雷的。你清单给我。然后我们家的家训是温柔、好奇。还有拥抱混沌，这是我给我们家的家训。对，好，你把拥抱混沌排在1、2、3嘛？那这就是你心目中觉得它的顺序是吗？对，温柔、好奇、拥抱混沌，这里指的不是说制造混沌 ，OK， 是当混沌来的时候，去想拥抱它，然后 OK 去找到其中好玩的地方。记录者的特质。试着理解一切的人，面对混乱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理解，而不是逃开，这其实有点哲学意味在，这个是一个对你好的形容词吗？我觉得超级贴切，我觉得毕竟我是从小我就对数学特别有兴趣，从幼稚园开始，所以我才一路读理工背景，对，然后到了研究所，等于我在进行分类，还有整理，把它文字化，对，把它脉络化的这件事情，变得是已经在我的血液里面了。所以面对像艺术这么 chaotic 的东西，我还是会在背景把它做分类和脉络化，但是真的在表现的时候，就是再把这些东西丢掉。我是个很高傲的人，那种感觉好像是我的武士刀收不回来的感觉。我在年轻的时候有点这种械斗感，对。然后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摸到毛边，好像这个刀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然后直到你意识到你每一次要把刀收起来的时候，你的虎口都有一道裂痕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东西不能再这样运作，你得要去打磨它。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学会把谦卑这2个字去理解它的真实的意思。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能量在，你要 deal 这些东西，它能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聊天的这个过程。然后特别是这一阵子就在准备小巨蛋，我又更重新理解了谦卑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有太多东西我不能我妄想我可以控制它，甚至因为在商业上面的理解，就是因为商业就是有机的数学，你组合完之后，它等于一种商业答案嘛，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控制的东西。对，但是在艺术上，
我是很借鉴你的理解的，就是你一开始谈的那些东西，它是一个积木的碎片，你组合起来之后，你再破碎它，你再组合它，我是办不到，我不知道我怎么把我在商业上我听得懂你讲的东西，但我听不懂，我大概就呈现一个这个状态。OK， 所以包括我跟你聊天，或者说我跟你请益好了，我都有很多。干，原来这家伙是这样搞这事，我谢谢他怎么办到， okay. 我也会有这种很崇拜的感觉。哦，谢谢你的肯定。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跟我自己喜欢的，我称呼你偶像 ，sorry， 就跟自己喜欢的偶像有机会讲上话，我还能够跟你有一些在对话上面的丢接，我自己觉得很荣幸。谢谢。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啊。当然，如果我的回答出来了，那像是你是怎么 bounce back 的？这3次，对啊，我好像每一次都会告诉我自己，比赛才刚开始。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比赛才刚开始。对，我有2个转变，一个转变是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会一直有这种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我要怎么做能够做得更好。比赛现在才刚开始，然后接着它就形成一个 loop。那因为你会一直有东西不见嘛，你车子突然不见了，房子突然拿去抵押了，然后你有好多灾难性会瞬间发生。3次是一个会击垮人的数字，2次的话应该会击垮一些人，但是我觉得3次是大部分人会被击垮的一个数字我每一次的数字都是每一次数字的好几倍，好几倍，都是那种9位数字的。但是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负债破亿，然后 bounce back， 对啊，被熊仔弄哭的人应该不多，我觉得春燕可能会哭，比亚可能也会哭。OK， 你可以撑过3次破产，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用怕啦，因为你已经知道，就是一无所有是怎么样子的嘛。然后，因为其实我最近才刚看一个 YouTube 在讲，艺人的这个 career 周期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其实唱片公司都会一直跟你说你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你才没有红，你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你才没有红什么的，或是艺人可能会自己觉得我甚至做的不够多还是怎么样，然后一个艺人能不能够成为职业，不是他到底有多有才华，不是他到底就是有多少 aura， 是他愿意沉默多久，他愿意在没有掌声的时候继续做多久，然后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多巴胺的 crash 当你爆起来的时候，那个多巴胺 crash 以后，这其实不是你现在说我一定可以撑得住，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的 body 有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在没有人看到你，但是你继续做你觉得你想做的东西，然后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刚才我听你说你3次破产，那就是表示你有这个能力啊。我有破产的能力。对啊，你有破产，你有承受这个东西，而不会觉得说我不做了，我去做别的东西。Okay. 对啊，这次做那个火星计划，中间我选了一个英文单字，是一个希腊的女神，她叫阿提米斯。本来我们要做另外一个计划叫阿波罗计划。那刚好阿提米斯是阿波罗的孪生姐妹这样子。然后后面放了一个主题，我把它叫做重生。那个重生的主题，其实我要谈的事情是，如果人们用新的方式，你再活一次，其实你就活过来了。所以我有最后2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重生有点像是一个结婚蛋糕被推出来的时候，那个服务生脚扭到了，结果那个蛋糕砸到地上，然后新人们他们突然笑起来，他们没有觉得说这种，他觉得很感谢，跑去感谢那个服务生说，谢谢你把它砸了，因为所有人的蛋糕都是那样。我们终于拍到一帧画面，是这个蛋糕砸在新郎的身上，然后所有人
都在这个环境底下得到了一个我理解的，我最近把理解破碎理解成这样。你的重生为什么这样？你怎么理解？对，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所以你在这里面定义的重生是一个 perspective 的，或者我换了一个眼光，或者我换了一个态度，好。哦，对，应该说，我本来就觉得蛋糕不小心砸掉，超赞的啊！如果是故意砸的，我就觉得不酷。哦，它是一个 okay, 对，所以你看我的鞋子上面啊，这是我们性别趴的时候沾到的那个蓝色，然后我的电脑上也都是，但这些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些小瑕疵，对啊，这就是最棒的东西，就是有这个东西，所以只有我有这双鞋啊，而且只有我知道它的意义啊。你怎么决定这条路我要一直走的？就是你比如说我随便讲，它可能会被形容成灵感枯竭，写不出词，我处理不了我自己，我的情绪爆炸了，我有内耗。你怎么决定我还是要一直往前走？其实会想，当然也会想过有没有就是这条路到底撑不撑得下去？尤其是有小孩以后，就是对啊，你需要维持家计嘛，那。就是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我没有以这个为职业，我还会不会继续做这件事情？那反而很多时候，反而是你如果没有以这个为职业，你会更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现在生小孩以后。很像我回到学生时期，对，因为生小孩等于我的主业从一个音乐创作人变成一个爸爸嘛。那当做音乐变成我的副业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抱着小孩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写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就很期待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录音室，我什么时候可以。把我想的这些东西写下来，因为 Jay-Z 以前在街头在处理一些白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记录下来，所以他全部记在脑海里面，所以他才成为一个传奇，是他不需要写词，他就可以进录音室直接把它 kill it。然后我现在正在训练我自己这件事情，因为我手头有很多白粉要处理。泡奶啊 yes 我现在上台表演，我也都带 Apple Watch 对，就是这个东西比什么多贵的手表都还来得有意义啊，因为它随时可以跳通知，我可以看到我的小孩和我的家人，他会提醒我说 OK 我现在正在执行我的副业，我的本业在这里。你那个副业就是父亲的父没有，真的耶，没有，我的主业是父亲啊。我现在在台上的时候是在执行我的副业，我带着我的 Apple Watch， 对啊，有帅。身为父亲，想要问一个父亲的问题。那你小孩现在5岁？5岁，一个那一定是我问你，怎么会是你问我？你少来。就说现在这个阶段，那个，如果有个机会，反正现在也有机器嘛。你想跟他讲一段话的话，那你希望那段话是什么？你说跟我女儿吗 ？Yes， 跟我女儿就是，爸爸一直都在。爸爸一直都在。不能讲这个。不管 ，Oh my God， 你有没有看到爸爸，爸爸都在，而且爸爸永远会爱你。然后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有爸爸的支持，对。然后不管爸爸，你有没有看到爸爸，爸爸都在。shit，sorry， 天哪，我不行了。我人生中非常多阶段都有不同的导师。那我最近认识的导师是我5岁的女儿啊，好棒哦！对，反正上去夹娃娃机，夹半天不顺利，我根本夹不到那个已经被称为宝夹的东西，我搞不定那个熊，刚好是一只熊，然后我女儿用在那个小小的手就拍我背这样，爸爸你只要
每天进步一点点，你就一定会成功啊！但我真的是没办法，好棒哦！我就决定 OK， 好棒，好棒。对，所以你的人生导师正在长大中。哦，对耶，对耶，对耶，他很快会给你很棒的句子的，你相信我。好耶，太好了，以后就请他帮我写。他有超多 punchline， 真的一定有。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喜欢你哦，谢谢。能不能帮我送给他们一句话？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企业家，大多是创业者，或者是在人生中泥沼想要 bounce back 的人。bounce back。Yes。帮我送给他们一句话。OK， 我想一下哦。一句话吗？或者一首歌，没有意思，不是一首歌。对，一句话的话。我想一下哦。他那个旋律刚好进来，因为我最近刚好看很多类似的访问，然后在想最感动我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到头来就是照顾好身边的人啊，然后健康，然后 have fun， 就是我觉得 have fun 超级重要。如果这个东西非常 lucrative，但是真的超级不好玩 ，maybe I'll pass。对，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很好玩，但是要赔钱，没关系啊，来玩啊，好玩嘛，钱不是就是拿来玩，让我们玩的吗？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趟这么难得的人生，对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照顾好自己家庭还有健康的前提下，可以 have fun。谢谢你的邀请，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未来有机会能跟熊导更多的合作，谢谢你，期待再来，谢谢，好，谢谢。在最后 ending 之前，你到底有多少东西？最后 ending 之前，我还想到一件事。等一下，那个熊仔，我想要请问，就是现在 King 这样的状态啊，如果我们要去，我到底要在现场还是不在现场？你可以在现场，没关系。你觉得有谁是你推荐他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他值得去认识的人 ？OK， 值得去认识吗？他那个笑容出现了10几点，让我觉得很不妙。你知道吗？首推吕士轩吕士轩是一个超级电池，它就是一个太阳。对对对，对，感谢，好，谢谢邀请，帅，可以拍个封面吗？